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曹妮妮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新不新的第15季第15集。今天是电影《阴影》剧节首映日，作为宇宙大战系列电影，影迷们对此可是充满了强烈的期待。他们身穿戏里的服装，早有的就排队等候，没穿戏服的也穿着宇宙大战创作者的同款。相比这部电影火热，同期上的另一部就不怎么景气了。唯一一个排队的奥托，还是因为排错了窗口。电影开始，首先出现是一段背景介绍，看上面写着修订案监管部门的字样，小新觉得有些诡异，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一旁小美安慰说，应该是把情节变得更离谱了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拖慢战争速度。说罢，小美还现场模拟了一遍。小新一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也就不再抱怨了。但其实新小美想多了，整部电影极其无聊。刚开始就是参议长点名，点了几十分钟还没点完，之后巨型机器人冲进银河系参议院，本以为接下来有点看头了吧，结果人家根本就不是过来打架的，而对其中的一项议案提出修正。参议员他排队，他又乖乖坐下来看报纸了。第一起罪人挤破了头坐着看点名，被迫看另一部电影的奥托倒是因祸得福，至少人家演的是真情实感，剧情也催人泪下。点名结束后又解锁一个新的人物，可惜丝毫没有将剧情推动上去，反而因为造型过于老套，让观众更失望了。结局也没有说提案到底有没有通过，还象征性留下了一个悬念。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毫无可取之处了。小梅更是不敢相信，阴影剧集就只是讨论参议员怎么重新划分选区，感觉之前为他说的好话全都错付了。小新怒气冲冲，拿起叉子就要拿着地板泄愤，再生气也不能拿自家东西撒气啊！新妈建议孩子们去写一份投诉信，他曾用这样的方式让天驱女郎穿上内衣。鉴于小新的言语过于粗鄙不堪，所以这封信是由新小妹完成的。2周后，小妹收到了创作者的回信，但上面对电影的缺点只字未提，只寄来了一张照片，就想粉饰太平。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创作者，当面说对电影的直观感受。刚好信上有那人的地址在加州北部，新妈想到那里正好是有名的葡萄酒乡，那就干脆把它当做是一次旅行吧。新爸也没有意见，因为他前不久被解雇了，创作者2C 的居住地和酿酒厂挨得很近，所以新妈就让俩孩子自己去办事，她留下来和新爸一起去酿酒厂。很早之前，她就有和丈夫一起喝酒的打算了。他们是夫妻，也应该是最好的朋友。兄妹俩坐观光车进入了电影制作工厂，趁大家注意都在特效师那里，小妹忙拉着小新偷偷溜走了。夫妻俩的旅行也很顺利，徜徉在美丽富饶的农场里，仿佛酒的味道也更加醇香浓厚了。他们一杯接着一杯的喝，完全停不下来。此时2C 正在编写剧本，没想到这位著名的创作者还是个一指禅，看到有2位不速之客进来，嘴里还说自己的电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。2C 当即就让保安过来将他们轰出去。小新拦住了他，希望他能听他们把话说完。小妹表示她早期那些作品确实永恒的经典，所以希望他能够回到当初创作的那种状态。发现这俩孩子不是过来挑事的，而是真心实意希望电影能够更好。2C 采纳他们的建议，决定重新找回思路的源泉。第一步，去租几部西部电影和武士电影看看。如此一来，俩孩子目的也算是基本达成了。接下来，他们本欲向福克斯电视台进发，不曾想遇到了醉酒的父亲，只有他一个人烂醉如泥就罢了，没想到新妈也喝醉了。这2人不仅把自己玩得嗨，还波及到了无辜的人。他们把2C 先生抛来抛去，都要把他玩坏了。上次的酿酒厂之旅显然意犹未尽，夫妻俩还买了几瓶葡萄酒回家，趁收拾的功夫，辛巴开了一瓶，2人又开始举杯对酌。在酒精作用下，他们变得十分和谐默契，就算是互揭短处，模仿对方言行也不会急眼。辛巴还觉得妻子应该去老模子酒吧展示一下他的表演天赋，这让辛巴有些犹豫了，毕竟那是他的娱乐场所，他去的话总感觉有些格格不入。辛巴可没有他那些顾虑，拉着妻子就去了老模子酒吧。听到辛巴说要2杯葡萄酒，老模子惊呆了，整个酒吧里也只有一瓶1886年产的，像有年份这么久，应该早就过期了。老模子就打算扔掉，辛巴拦住了他，表示他们就喝这个了。老模子常年卖啤酒，不知道葡萄酒是越久越值钱，看到这酒实际价值后，肠子都悔青了，只能拿出遗世已久莎士比亚剧本来擦擦眼泪。辛巴辛妈现实如胶似漆，天天黏在一起，像是热恋的时候一样。爸爸妈妈感情好，虽然说是件好事，可是在炒蛋里吃出钥匙，却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。还有那不知为什么圈在家里的阿壳，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到辛爸和辛妈，他们现在嗜酒如命，不管去哪里都会带上2瓶。某天醒来的时候，辛妈感觉头疼欲裂，周围声音好像在脑中不断放大，鸟鸣声、滴答声，甚至连弗兰德梳胡子的声音都让他崩溃。这时，一阵更强的响声传入他的耳朵，仿佛地板都颤抖了起来。没错，这声音是辛爸发出的，他正穿着滑雪橇。这痛苦感觉让辛妈暂时想要戒酒，他希望辛爸能够少喝一点。辛爸答应得很干脆，还表示想喝的时候会从圣经积蓄力量。不过他圣经只是一具空壳，里面依旧是酒。这天，辛爸带妻子参加聚会，打定主意不喝酒后，辛妈就有些担心会玩不尽兴。辛爸安抚说，都不知道这个聚会供不供应酒水。事实上，他就是胡扯，因为参
太阳是啤酒节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人手一瓶啤酒，更别说还有啤酒男现场搞气氛了。到了这一想要滴酒不沾，全身而退是根本不可能的。果然，辛巴的原则很快就出现了裂痕。刚开始觉得只喝一瓶啤酒应该没什么问题，然而有些事一旦松口就覆水难收了。谁能想到一杯啤酒有这么大呢？辛巴还在一旁鼓励：“你能把它喝完的。”看着周围的人也为自己欢呼。辛巴一仰脖子，将这么大一瓶给干了，结果当然就是又醉了，醉得彻彻底底。虽然说辛巴一路将他扛回车上，但其实这货自己也没多清醒，车钥匙半年都插不进孔里。本想醉成这样就不开车了，可思想斗争不过1秒，辛巴就上路了。结果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把车开翻了。更不幸的是，辛巴刚爬出车就发现警察追过来了，这下他倒是清醒过来了。先是想到驾照被吊销，又想到租值排轮的时候没法回家，最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辛巴搬到了驾驶位。听到警察声音后，辛巴也醒了过来，虽然还是有些不清醒，但也知道自己要蹲监狱了。这时，警察们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警长觉得应该还有其他人在这里，也许那人才是真正的肇事者。可等了好一会儿，也没人出来认罪。辛巴自然不可能站出来，他要是有担当，就不会让自己的妻子背锅了。为了能够骗过警察，他还模仿起了动物的叫声。辛巴现在情绪异常低落，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酒驾了。辛巴呢，他虽然叫了保释员去接妻子，但他并没有打算将事情真相告诉他，反而利用辛巴喝断片失忆，将酒驾事故完全推到他的身上。做了这样的事，辛巴的良心还是有一点不安的。当老模子问道怎么没带辛巴过来的时候，他忍不住将这件事说了出来。饶是老模子已经习惯了人性黑暗的一面，听到辛巴做的时候，他还是震惊了。你是个什么禽兽吗？还说这绝对是自己听到过最恶劣的事情，并且应该受到最严峻的惩罚。听到老模子这么说，辛巴终是落下了悔恨的泪水。自从出了酒驾的时候，人们对于辛巴态度极其恶劣，连做礼拜的时候也受到他们指手画脚，就像他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。不过镇上还是怀有善意的人，比如说巴尼，他将自己戒酒的地方介绍给了辛巴，希望这个能治好自己5次的地方也能给予辛巴一些帮助。辛巴也觉得自己是个酒鬼，于是听取了巴尼的建议。当辛巴被告知28天不能和妻子通话时，他终于急了，他竭力想要告诉对方辛巴不是酒鬼，但这不是对方说了算的，这是辛巴自己决定的。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两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。由于是新小妹，她先问爸爸几个问题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妈妈没有一次酒驾过，而且这次出事故的是她的车。此外，驾驶座也是根据她的胃调整的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辛巴显然知道是瞒不下去了，可他依旧不愿自己的形象在孩子们面前崩塌，只得毫不在意的用歌声打断女儿的逼问。不过没唱多久，他自己也装不下去了，在孩子们探寻的目光中，他丢盔弃甲逃跑了。这个戒酒互助会对辛巴来说好像并没有太大作用，因为这实在太乱了，嗜酒者在吸烟，失烟者在喝酒，那不是乱套了吗？另一边，辛巴决定去承认错误了，他先把孩子们交给了凡德，然后来到了戒酒之家。我来这里给马基送个包裹，那你的包裹在哪里？这下把辛巴整尴尬了。万幸的是，辛巴刚好路过，他找到向妻子坦白一切的机会。听到事情真相后，辛巴立刻就炸毛了。你让我相信自己做过这么恶劣的事情，我是为了爱才这么做的，为了不被逮捕的爱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，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无可替代的。虽然辛巴真的意识到了错误，但辛巴在气头上怎么会轻易就原谅他？直接就头也不回进了患者专用室。他实在是太生气了，想要喝点酒平息怒火。所幸他是在疗养中心，患者们都是酒不离身。辛巴就这样一杯接着一杯喝着，虽然醉意来袭，但他还是一点也不快乐。这感觉跟和辛巴在一起时那种完全不一样。小爱说，也许她喜欢的并不是酒精麻醉的感觉。辛巴也意识到了，她喜欢是与丈夫共度的时光。她爱辛巴，也庆幸着自己爱着他。明白了心意之后，辛巴也就不再计较了。她扶着醉酒辛巴就打算离开了。临走之前，辛巴还是希望丈夫能够答应自己开始戒酒。她希望他们之间回忆不只有那些呕吐的历史。看着妻子期盼的目光，辛巴答应了，还表示只要有圣经的帮助，那么万事皆有可能。可惜啊，他手里这本圣经已经被换成真的了。本集致敬了1962年美国电影《醉乡情断》。影片讲述一个公司公关乔喝酒戒酒的故事，也展示了一个美好家庭如何被酒精摧毁的悲剧。不可否认，酒精确实能给人带来快乐，就像刚开始那样甜蜜的辛爸辛妈，美酒是桥梁，让他们感情更亲密，但它还是毒药，不断腐蚀着整个家庭的根基。就像辛妈所意识到的那样，喝酒本身并不会带来快乐，能让彼此更贴近的只有那些在一起的时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